对，我觉得这一次是对疫情确实对人类社会影响非常非常大的，其中一个很明显的就是东京奥运会。那东京奥运会本来是去年要办，已经延了1年，但是说呢，现在呢，怎么说呢？按道理说，这个疫苗原来打算是疫苗。全部打下去，然后有效以后再开始到这个奥运会。但是很明显，日本国内的疫苗现在打得很慢，是，而且就是说，即使现在突然之间把自卫队里边的医生护士全部拿出来让大家打疫苗的话，即使这样的话，就是7月份也是就是那些高龄的人能不能打完还不好说，而且打完之后还有需要相当一段时间以后才能生效嘛，所以怎么算奥运会是来不及了。那么这次东京奥运会，而且现在日本国内就开始发生是很多抵制东京奥运会，现在不是北京，现在抵制东京奥运会的声音就已经很多了。但在这种情况之下，但日本政府呢，就是说，有人试算说，如果开奥运会的话，可能要花3000亿日元，但是说不开奥运会要赔3500亿日元，所以说呢，不管怎么说都是非常为难的状况。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会出现什么呢？就是大家担心，如果说东京奥运会即使咬着牙硬开下去，最后也是一个非常不完美的奥运会。就是说没有观众，所有的选手的话也。一流的选手来的不全嘛，人家说那个金牌纯度不够，对，而且大家都不在竞技状态之上嘛。那么这次奥运会即使开完以后，那么很可能就是说，明年的北京冬季奥运会就会变成一个怎么说？那个时候如果疫苗普及之后，这个变成一个真正的怎么说呢？人类战胜病毒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庆典，那个时候呢，正好习近平呢又是马上要开这个共产党的大会，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变成一个中国发扬国威的一个做局给他，对，就等于做球给他了嘛。做球给他的话，这个呢，全世界也觉得是，怎么说，有点不太对，因为疫情是从你那里出来的嘛。然后呢，另外一个，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还有一个呢，最近中国的这个所谓的战狼外交呢，是在国际社会形象越来越不好，而且他对在人权方面的很多议题呢，就是说，别人说过去呢，比如说2008年的胡锦涛召开的这个主办的这个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呢，中国很谦虚，在国际社会上呢，怎么说呢？你如果批评我的话，我尽量修改。但是说这一切呢，现在是你要批评我，我马上骂回去，而且制裁你，用这种方式，而且特别是新疆各方面的问题，像国际社会问题很大。那么冬奥会有一个跟北京别的奥运会不一样的话呢，凡是冬奥会擅长冬季运动的国家，基本上都是重视人权的国家，除了俄罗斯以外。就是像加拿大、美国啊、北欧的那些国家，都是对人权问题很重要。所以说呢，中国如果是别的国际组织的话，中国的小兄弟呢，往往是在非洲和中东那一带比较多。是。那么如果说这些主要的擅长冬季运动的这些国家都抵制中国的话，中国即使把非洲那些兄弟请来的话，这些人都没滑过冰，也没滑过雪，所以开不成冬奥会嘛。所以说现在这一次呢，北京是面临着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那么北京呢，美国的这个佩洛西现在的这个众议院的议长呢，他已经说明了这要抵制北京冬奥会。那么现在佩洛西是执政党嘛，所以说美国这个发言是非常非常强有力的。就是大家想到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这个当时全世界抵抗嘛。那么这一次呢，中国也是在国际社会上人人喊打，这个形象跟当年的这个苏联差不多。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如果说，我想这些像加拿大国会已经表示要抵制嘛，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想有一部分国家不会来，但是有的国家想呢，可能是就是因为选手他们可能自己的竞技生命之中，4年只有一次嘛，一辈子只有一次嘛，也想参加。那么呢，就是说，即使召开，我想别的国家的领导人可能是拒绝出席。
那么按照习近平来说呢，他是有一个横向的比较，就是说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从美国的小布希总统到日本的福田首相，到欧洲的首脑全来了，对不对？就是台湾那个连战，当时的这国民党主席也出席了嘛。在这种情况，那么今2022年的这个北京奥运会，就很可能这个国际上的主要领导人谁都不会去，就光凭这一点的话，对习近平打击也很大。所以说呢，现在中国在今后，我想就开始美国和中国的这个外交上的博弈啊，就是说。一定中国的想法就是一面上恐吓你，一边这个逐个击破，要求一些人来。这个我想今后呢，在还有这个不到1年的时间，对于北京奥运会是抵制，包括领导人出席各方面的话，我想变成一个今后国际外交上的一个热点。